我说老板，很多人在暧昧的时候会抓不到聊天的界限到底到什么程度，到底该怎么回应对方，或什么时候要停止跟对方继续聊下去。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经验值的。那我们今天直接来看网友提供给我们的真实的聊天记录，来帮他看一看吧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好，这是一个女粉丝分享啊，她在网络上认识一个男生，每天都聊一些小日常，互相还有交换过照片的。然后看过照片之后，这个男生就问她说，要不要当我女朋友啊？有那么容易？前面有聊一些小日常了啦，然后慢慢有一天才换照片的啦。但是看完照片的当天就有问说，还是要不要当我女朋友？我猜他可能是有一点点觉得好像被追求被撩的感觉，因为他说他自己是觉得说不知道这个男生是不是真的喜欢他，然后没有立刻答应，所以想说问魏老板该怎么办。然后我就直接回他说，等一下你们不是还没见过面吗？对啊，然后他就说没有啊，然后我就说没见过面怎么当男女朋友啦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在考虑什么？你刚才说我没有立刻答应他，好像你们没有见过面，你是不用思考这个问题吧？不怕是诈骗集团吗？本人照片不一样。然后我就说没见过面会突然说要当男女朋友的，我就会觉得这个男生不行了。对啊。这里我就觉得，就算前面 OK， 你这里突然说，那你要不要当女朋友？我就会整个问号。对，这里我就会停掉了。然后随便的对我提出这种要求，我也觉得你也没有尊重我。你当我是什么这样子？可是这个女生说，后来聊一聊，她还跟我开黄腔。然后我有跟她说我不喜欢这样，然后想跟她讲清楚我的底线。然后她就传了很多对话记录给我看。对话记录里面是女生说我在吃月饼，你要不要吃？然后男生说我想吃奶球。然后他就加了一个猥亵的猴子的贴图，然后还加哈哈哈哈。然后女生就说你可以去咖啡厅多拿一点。然后男生说我想要动物性的。好恶心，那叫他直接去找牛吉啊。然后女生就丢了一个讯息，又回收，看起来就是他已经不知道该回什么了。然后男生就说你干嘛回收？女生就说我不喜欢刚刚那个玩笑。然后男生说奶球吗？好哦，被发现双关语咯。然后就丢了一个吐舌头的图案，很俏皮这样子。好讨厌。女生沉默了一下，看起来女生是已经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他了，因为男生在那边耍赖皮嘛。然后男生又说要我感到抱歉吗？还是我们就往牛奶发展呢？什么意思啊？看到这里到底是怎么样？超恶心的啊！你觉得很恶心对不对？而且他一路上他没有要停对不对？月饼跟奶球也没有什么关联，就是他这里其实就是开黄腔了啦。然后他也承认了双关语，但他后面又继续。很恶哎，觉得很恶，但他没有讲任何，但他没有讲任何性器官哦。可是就是暗示，让人觉得不尊重啊。对啊，而且已经说不喜欢嘞。对，其实女生刚刚已经表态，我不喜欢刚刚那个玩笑。那照理说，有一点礼貌的男生这里要停了，因为我已经说我不喜欢。即便你刚刚觉得好像可以对这个女生聊一点色，但是他已经说他不喜欢，你就要收手。他没有，他连三公哦，奶球，动物性，牛奶，所以他没有要停的意思。那这里你们还会继续回这个男生吗？我会直接不回应。你就不回了，然后我就封锁他。刚刚那样就不行了，确定？不行，因为让人不舒服啦。他会这种行为，而且没见过面不是吗？对，没见过面，所以其实没有压力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看起来那个男生好像觉得没什么。这个女生就开始跟他说，我是想要跟你沟通，表达我的看法感受，让你明白每个人的点跟接受的程度不一样。我不喜欢这样子会让我不太舒服。那你当然也可以选择怎么样去回应。等一下女生打作文，女生突然很严肃。女生说男生可以选择怎么样去回应，这句话我有点看不太懂，意思就是所以你也可以选择要怎么样回应我咯。我是不喜欢啊，但是你还是可以选择。对，我觉得这句有点多余，好像不用这样讲。然后男生就回他说，你有领悟到你无法帮别人选择吗？他在教育他，除非是对方自己想改变，不然也没办法阻止对方怎么做。现在是怎样？辩论大会。对。然后女生说，我只是想跟你说，你当然可以选择自己要怎么做，我只是想表达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。然后男生说，我知道啊，我理解啊。然后他丢一个猴子吃香蕉的图案。对啊，理解啊。你就会感觉他的态度就是很吊儿郎当，对，就是屁孩，就很中二啊。然后这时候我已经觉得这个男生就是很轻浮，你就可以不用再鸟他了，而且你严肃以对，他还是这个死样子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不用再理他。结果女生又继续，我是觉得我这样子不被尊重，所以选择把感受说出来。我会选择说出来，是希望你可以了解我可以接受的底线在哪里。的确，我们不能干涉别人要怎么做，但我如果不高兴是会说出来的。他一直在赚钱，他一直要说服这个男生说，我只是要表达什么。这个女生其实是以为说我这样子是在宣告底线，我在跟你强调我有底线，我有底线，这样，我画一条底线，看。
很多女生可能有点误解，说什么是底线啊？底线是你不容侵犯的一条界限。那当他踩到了，他就出局了。那你应该转身就走，或是把他封锁掉，而不是留在原地跟他说教，跟他说我有底线，我有底线，你不可以踩。那你现在踩到了，然后我想跟你说啊，不用这样。你以为这样很有原则，其实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。果然，男生看完这些长篇大论，他回他什么？那个钻牛角尖程度1到10，你现在是掉进到什么程度啊？你哦，然后又继续丢一个猴子吃香蕉，看好戏的图案。这两个人到底他们其实不在一个频率上了，对不对？我听到他气死了，因为插电脑到底要打女生还是打男生啊？来出来单挑，就是快疯了啊！然后这种轻浮的反应，女生又来了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回了。他只丢了一个沉思的图案，好认真哦。我猜他可能想了一个晚上，因为他隔天早上才回他。他说：“嗨，我怕我有地方没有沟通清楚，我其实没有在纠结。”你不是就在纠结，你整个晚上都在纠结。真的，我是想要一次讲清楚，你已经讲2次很清楚。假如无法获得你的尊重，那也跟我说一下 ，OK？ 你不要说什么，他的行为就是已经很不尊重你啦。他说：“那我们好好道个别，你觉得呢？”好好道别怎样？我要疯道别什么？你要道别什么？又没见过。所以这个女生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他太认真了。她太认真，她其实应该是一个蛮认真的女生。好傻可是在这一段里面认真有一点可怜，对不对？男生的感觉在看他笑话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女生太乖巧了，我觉得她有点像是一个乖巧的女学生，然后遇到一个流氓这样，就是流氓调戏你，然后你还念书给他听。我跟你说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要怎样怎样怎样。他就看着你在那边说教，他觉得你很蠢这样子。果然那个男生看完刚刚那一段，他回他说：“不错不错，有长进哦。”哇，真的是这男人靠有病背，这个男生到底是在干嘛？他从头到尾态度怎么了？他就是把女生当猴子在看。所以他一直贴猴子的贴图。我觉得这个男生好像已经对那个女生也没什么好感了，就是他们其实已经不在那个暧昧的那个关系里面了。然后女生就很一头雾水说：“要不然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到底是……”他觉得他没办法跟这个男生沟通，他不知道为什么男生都要回他一些这种东西。我就跟他说：“其实你前面就可以直接消失就好了，你不用浪费这么多时间在他身上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低水平、低层次的人啊！你是在帮他上什么课啦？你的人生没有必要帮别人上课，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原来可以直接拜拜哦，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个。”他觉得好像很没礼貌这样。我说：“你就是太有礼貌，你太乖了。”他说：“我太认真思考他说的话了吗？要是可以少受到一点影响就好了。”他觉得他受到他很大影响，那几天都很纠结这样子。我说：“要是遇到没水准的人，你就可以直接消失跟封锁，你真的不用在那边想要跟他讲个透明，你知道吗？就如同魏老板，如果我们的频道上遇到那种丑女、艳女或性骚扰的留言，我会直接封锁，我不会跟他说教，因为他就是价值观不好有问题，他带着仇恨来跟你留言，你还要跟他说，先生，请你不要这样子，我们讲的意思不是这个，是什么什么？你觉得他会好好跟你讨论这个议题吗？不会嘛，他只会再留一句更难听的攻击给你。所以你其实要么不要回应他，直接封锁他，要不然你就是漠视他、无视他，不要跟他互动。你跟他互动就只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而已啊。对啊，气死了。对，你是被他气死了，所以不要在意他。你跟他讲一大堆你的想法，你还跟他真心告白，他跟你一句错，有长进哦。好北蓝。为什么你要被他调侃？对，然后他还加一个那种讪笑的那种图案，你在跟他们讲人生大道理，然后流氓就给你一句：我念书哦，棒棒哦，你人生很厉害哦，我会念书哦，100分好不好？给你100分。好靠北。这样杀了他。我跟你讲，低层次的人他不会想要变好变优秀，只会觉得你很好笑你很蠢跟我说什么教。他不需要你的救赎，所以没必要跟他认真。然后那女生就跟我说，其实我只是觉得他不坏，然后如果可以跟他表明我的看法跟底线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相处看看？哇，还要跟他相处啊？所以他其实是在给自己机会，给对方机会，给这段给人的感情机会。这样这个女生算有底线吗？我觉得从看到照片就叫你当女朋友那里，你都不觉得有怎样，然后再开黄腔你又不觉得怎样，然后你跟他说教他又这种态度，你还要给他机会哦。对啊，所以这叫没有底线。可他却以为他在宣告底线，没有停止的停损点。对，你没有停损点，所以你没有界限，你也没有底线，然后你却觉得我在跟他宣告我的底线。所以是不是女生对于底线、界限、停损点这件事情的误解很大？你一直以为我是有停损点的女生，所以我在跟你沟通，然后你的这个行为就是没有底线的行为。然后他说，没想到他这样回我之后，还回完3天不跟我聊了。什么？还想聊？还想聊？还被男生甩掉？太丢脸，我可以被这种人甩掉。丢了女生的脸，气死！怎么会是你先不跟我聊的？对啊，这样也是我封锁你。搞不好你后来你要跟他聊说，发现他封锁你了。
你会不会气死？太气了。我难道你封锁我吗？我最后有跟他说一点烂，因为我有很想帮他，我很希望他不要再遇到下一次。我说，哎，你想要跟他再相处看看，然后你一再的想要给他机会，然后最后被他拒绝了，他根本不想再跟你聊下去了，然后他消失了，你还在纠结他，你没有必要被这样，你懂吗？然后这时候这个女生才觉得啊，他不理我了，她才感觉到受伤，她才说那这样子我也要消失了，她才意识到一点点尊严，你知道吗？对。但其实是人家先不理你啦，对啊，他先消失了不是吗？那你的也要消失是什么意思？跟他说一句我要消失喽。可是他不是早就消失了吗？所以你也要消失没有意义啊！他搞不清楚状况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女生为什么很容易这样一再的给别人机会，就怕他先消失？然后你为什么要被这样子？然后你现在要消失，他在乎吗？他早就先消失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对，你在跟他赌什么气这样子？然后我就太想救这个女生了，所以我真的觉得无论男生女生，就是你遇到差劲的人，就不要再给对方时间浪费你的人生了。而且老实说，从头到尾你们没见过面。所以建议女生这一集虽然只有一个案例，可是真的把它看透。你如果每个你都要聊到这个程度，你才愿意放弃，那难怪很多人网络交友会挫折感很重，然后会聊没几个就想放弃，因为你每一个得到的可能是这种心情跟结果。你看刚刚这个女生，她下次再提起勇气，再跟下一个男生到一个互动，对她可能已经是很辛苦的，因为她是有一个很不好的经验在的。那你就很容易会觉得网络上就是一堆怪怪的人，然后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心诚意的人，然后你就不想再交友了，算了，那我单身好了。你就对这件事情再也提不起劲，因为你觉得每一次的经验都很不好。可是为什么会这么不好？如果那个时候他说看到照片要不要当女朋友，你就封锁他，还会有后面这些纠结跟睡不着吗？没有，就没了嘛。所以麻烦是你自找的嘛。你太想给别人机会了，以致招来了一大堆麻烦。对，冷漠才是你最好的处理。封锁他。对，一开始就结束掉，你赶快下一个，你根本不会有这么多的心理负担跟内耗。所以记得不要内耗，不要给对方一大堆的时间，先消失好不好？不然你最后就会变成很多的精神力气都损耗掉了，然后你就对交友这件事情提不起劲了，最后还是吃亏你自己呀。对，这一集希望大家有学到喽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